什么电影？2004年，一部韩国电影还未上映就火遍全网，一度被网友们投票评选为超想看的电影。短短几个月时间，男主在青春懵懂的年纪遭遇校园霸凌，加上白月光和兄弟的抛弃，多重打击之下性情大变。为此，他开始了反击。他是一名成绩优越的模范生，却转学来到一所臭名昭著的江木高中。在课堂上，老师并没有过多的介绍香佑，反而是大肆辱骂和贬低班级的学生。随后就将香佑安排在一个魁梧的胖子身边。和一般的学校不同，虽然这里的学生成绩和教养不佳，学校却对其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在课堂上，一旦解不开黑板上的难题，就会给予棍棒奖励。好在香佑解开方程式才免于挨打，而体能训练也是如此，只有优先跑到终点的前5名才能停下脚步。这样狼性文化的教育模式，也注定了教出来的学生充满斗志，放在心上，反而是哼着歌走到香佑边上，直接翻开了汉堡的书包。香佑只是开口提醒了一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击重拳，觉得不解气，还抄起边上的椅子往香佑砸去。而对于没有背景的同学，态度天差地别。就比如背黑锅的香佑，就因为帮汉堡藏颜色书籍被一通惩罚。等两人做完惩罚，刚走下楼梯，正巧碰上校霸和幼稚的篮球比赛。由于场上一名队员的受伤，而拥有身高优势的香佑莫名其妙的就加入了篮球队伍。原以为只是上来凑个人数，没想到香佑的篮球水平如此之高，转身上篮秒传、盖帽扣篮这一系列丝滑的操作，让场上的胜利天平开始倾斜。这一次篮球胜利让他们班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事后又只带着几人来到小寡妇的餐馆庆祝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，香佑融入了他们这个小队伍。这是香佑头一回来到娱乐会所，全身僵硬的他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头一回来，在汉堡地上滑子时还故意谎称自己会，而仅仅一口就抽的他昏昏沉沉。接着几人约好舞伴一起跳舞，喝酒后的汉堡却在这时突然发酒疯，与一名舞伴就扭打在一起。这个动静很快惊动了边上酒保，见情况不对，香佑和幼稚赶紧拔腿开溜。也正因为逃跑事件，两人的交情也越来越深，于是幼稚开口说道，在这个学校你只有反抗才不会挨打，占据主动才是胜利的关键。等到了第二天放学回家时，香佑再一次遇见了恩珠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的恩珠遇上混混学长，在公交车上抢走恩珠的包，不愿归还。看着自己心中白月光窘迫的样子，香佑决定出手相助，但他的出手相助却是拘谨的上前抱拳，用敬语制止。对方当然不会理他，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。然而幼稚可看不下去，他上前就是一脚踹翻学长，紧接着立马开始搏斗。不过对方人多势众，趁着混乱之际，众人赶紧下车跑路。慌忙之中，香佑带着恩珠躲进了死胡同，本想偷偷藏在角落躲过学长的追捕。好巧不巧的是，角落里的一只蟑螂吓得恩珠花容失色，好在幼稚及时出手。为了感谢几人的出手相助，恩珠主动邀请吃饭。相比于香佑那拘谨的性格不同，幼稚在分别时立马追了上去，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不过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混混学长的报复，他带着大批人马堵在教室门口，抓着两人在墙上狂揍。原本还想着硬着头皮忍了下来，然而对方却得寸进尺，一拳接着一拳。这下幼稚彻底忍不了了，当即和几十个学长扭打在一起。不过反抗换来的是更强烈的反击，几十个人瞬间冲了上来，围着幼稚殴打，直到看到幼稚那玩命的狠劲才告一段落。这次的打斗是健身只惊动了幼稚的演员母亲，为此下了警告，如果再打架就将这些事情告诉父亲。事后香佑带着幼稚来到餐馆，问起了一直藏在心中的疑问。当得知那天恩珠并没有理会幼稚的追求，反而是不给情面的拒绝了，香佑那颗原本心灰意冷的心再次涌动起来。第二天就来到恩珠学校门口等待，然而真的等到恩珠出现，香佑自卑的心再次作祟，立马转头躲在电话亭后，偷偷跟上恩珠乘坐的公交车，但他还是不敢上前说出自己的心意。直到这天，香佑和往常一样静静地站在门外看着恩珠，外面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他立马跑向隔壁的商店买了一把伞。直到恩珠顶着书包独自回家，他默默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鼓起勇气像个男人一样。可这时恩珠却突然转身，香佑习惯性的躲避，等他再次鼓起勇气往回走时，早已不见恩珠的身影。然而下一秒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恩珠主动钻进香佑的伞里。得知恩珠没有吃过晚饭，香佑顺势发出邀请，并且在餐桌上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一切细节。由于太过开心，反而丑态百出。随后在交谈中得知恩珠也有听电台的爱好，有了共同话题，反而更加加深了心中对恩珠的好感。回家时在公交车上得知恩珠喜欢听弹吉他，将自己手中的伞交给恩珠后就独自下车狂奔。虽然被淋了个落汤鸡，不过他从未感到如此开心。一到家立马拿起吉他练习，甚至在课堂上也拿着笔盒练习吉他和弦。然而直到这天，幼稚的出现打破了香佑心中的念想。
他拿出一把雨伞交给香柚，而这把雨伞正是那天夜里自己交给恩珠的雨伞。原来柚子那天遭到拒绝后并没有放弃，反而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，在凌晨1点故意站在门口淋雨，而心软的恩珠看到后立马出来，见此柚直就挥起拳头狠狠朝着墙壁砸去。就在恩珠包扎伤口期间，柚直靠着土味情话取得了恩珠的欢心，于是俩人开始正式交往。虽然是轻描淡写的对话，不过当这些文字传入香柚的耳朵，字字诛心，但他的脸上并未做出任何回应，只是回到家中对着沙袋疯狂发泄自己的情绪。他不怪任何人，只怪自己的优柔寡断。从这之后，香柚对待柚直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看着恩珠在酒吧和柚直忘情接吻，这一刻香柚只觉得心如刀割，于是他逃离了酒吧，独自一人走在街上，鬼使神差地来到餐馆小寡妇门口。小寡妇一眼就看出了香柚的心事，上前安慰他，并让他借酒消愁。한 잔 더 마시고 잊어버려. 덥다 술 마시니까. 어우 죽겠다. 나 술 갖고 올게. 等小寡妇再次回来，顺势坐在香柚边上，抚摸起她的大腿，随后关灯，两人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关系。虽然柚直已经有了恩珠，但他那燥热的心并没有安定下来。这天在课堂看颜色书就被老师当场抓住，接着就将把书籍带进校园的汉堡出卖了，让他受到处分。从这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，而汉堡也因此加入了野马帮。在此期间，刺客在和那名军官的儿子玩猜数量游戏，赢了不少铜币，恰好被校霸看见，开始多管闲事教训起刺客，这反而刺激了香柚。本就心情不好的他，加上之前由于反思自己懦弱的缺点，这次他准备站出来。恰好这时又直回到教室，看到校霸在自己的地盘撒野，现场硝烟味再次升级。而那位输了钱的同学倚仗自己的父亲军官的地位，偷偷向教官打小报告，而教官为了讨好关系，将刺客狠狠修理了一顿。不久就看见刺客带着满脸伤痕回到教室，坐在位置上的他越想越气，在全班的眼皮子底下拿起钢笔就朝军官的儿子砸去。刺客也因此被学校开除，时间一久失去了滤镜的加持，恩珠和柚直这边进展也逐渐失控。原本就不是一路人的两人矛盾也愈发明显。恩珠想要改变柚直那不求上进的毛病，而柚直却觉得恩珠干涉了自己的私生活。恰好这一幕被一旁路过的香柚看见，在他们的对话中，香柚可以确定他俩的感情已经破裂。于是，在当晚，香柚找到独自在天台哭泣的恩珠，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在白天时看到的一切，反而是鼓励恩珠努力学习，考上想要的大学。随后拿出收音机，静静地享受着俩人独处的时刻。然而他俩完全没有注意到，这一切恰好被准备上天台抽华子的柚直看见。几天后，香柚在回家路上正好被恩珠叫住，带香柚到柚直曾经带他来过的餐馆。恩珠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爱意。현수야, 난 네가 참 좋다. 가끔은 내 친구들보다 내가 더 편해. 但香柚却说和恩珠在一起的感受截然相反，他感到非常不自在，并且对着恩珠说出了一个唯美的浪漫故事。听到香柚对自己的拒绝，恩珠哭着拿出柚直送的钢笔，委托香柚将这支钢笔帮忙归还给他。随后在回家的路上，恩珠对香柚说了这样一番话： 현수야, 우리 이대로 부산까지 갈까? 뭐? 정말 간다. 정말이지. 뭐 갈 게 뭐야. 也就是这次交谈大大鼓舞了香柚的勇气，回到家立马在纸上写下一张明信片，通过电台大胆表明自己的爱意。他知道恩珠坐公交时一定会听到这段话，恩珠也确实听到了。做完这一切，香柚在第二天找到柚直，将那支送给恩珠的钢笔还给他。没想到柚直满脸不悦地扔掉钢笔，还调侃香柚是不是已经拿下恩珠。 뭘 놀래냐 새끼야. 주업 너 가져. 걔 있지. 한번 먹긴 괜찮아 나. 그렇게 말하면 네가 멋있어 보이냐? 뭐 임마? 아이 새끼. 벌써 먹구나. 응? 맛있지? 응? 야. 그래 씨발놈아. 먹었다 어쩔래? 自尊心极强的柚直被狠狠地挨了一拳，他可不会善罢甘休。随后在同学的围观下，两人开始互殴。这是香柚在江木高中的首次打架，不过缺少打架经验的他很快就被柚直压在地上殴打，而这动静也惊动了教官，将他俩拖进办公室进行一番教训。看到香柚三番五次的惹事，教官还以为他的父亲是什么大人物，在得知只是开跆拳道的教练后，反而更加变本加厉，语言辱骂的同时开始拳脚相向。虽然被打得满身伤痕，不过香柚却毫不在乎，因为他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恩珠的回信。 肾上腺素的飙升让他忘记了身体的疼痛，立马骑上自行车来到恩珠下车的公交站点。从这之后，香柚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他带着恩珠一起去旅游，用吉他打高尔夫球，在水库扔下美丽的花朵，深情演奏自己练习已久的情歌，做着一切浪漫至极的事情。聊到未来时，恩珠还答应香柚，表示自己会留级多读1年。
两人的感情直线上升，情到深处自然而然的亲吻在一起，正式确认了情侣关系。不过香柚和柚直的关系自此形同陌路，之后柚直的脾气也愈发暴躁，他和以往一样找上汉堡，将怒气发泄在他身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过汉堡手中的颜色照片，丝毫不留情面的撕掉后扔在汉堡脸上。不过这次汉堡不再打算隐忍，他从化学室颤颤巍巍拿出1杯硫酸，看准之后狠狠地泼了上去。好在柚直反应迅速躲了过去，看到汉堡对自己下如此狠手，柚直非常愤怒，一脚踹翻汉堡后还不解气，抓住衣领挥起拳头疯狂朝汉堡走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就在香柚刚用纱布简单包扎了下伤口，一群不速之客就出现在门口。原来小把他想趁人之危发起挑战，并且用语言嘲讽柚直最听不得的话。 뭐? 너 지금 뭐라 그랬어? 식모아들 새끼야. 自尊心极强的他不允许有人用母亲的职业挑衅自己，于是他孤身一人接受了校霸的挑战，来到天台。可能是由于愤怒的加持，柚直在一开始压制住了校霸，将他按在地上疯狂连击。只可惜校霸一群人不讲武德，眼看自己的老大处于下风，躲在暗处的小弟对着柚直那受伤的腿攻击，剧烈的疼痛感从腿部瞬间袭来。从这之后，局势发生变化，校霸开始占据主动权，轻松躲过柚直的攻击，直到将柚直打得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无法起身，这才吐了一口唾沫，带着小弟离开。而这群围观的看客无一人敢上前伸出援手，只有香柚上前扶起柚直，将他带回教室。然而从这一战之后，柚直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学校里的威望，在班级同学的注视下，毅然决然地走出门去。 우시가 우시가 柚直没有回头，只是潇洒地挥了挥手，因为他明白这里已经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了。没多久，香柚就从汉堡口中得知一个消息：柚直的母亲来到学校，说他离家出走了，还带走了隔壁麦阳高中的恩珠。此时的他还心存侥幸，认为消息不准确，直到被班里的老师叫进办公室询问失踪的柚直，他这才确定汉堡说的都是真的。但他不明白和自己确认情侣关系的恩珠为何会和柚直私奔，他想要一个交代。不死心的他连夜冒着大雨来到恩珠楼下，一遍又一遍对着那紧闭的窗户呼喊着恩珠的名字。只可惜并没有人回应他。而这段时间的患得患失也让香柚的成绩一落千丈。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，父亲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是一无是处的废物，甚至说出气话要让柚直滚出这个家。可笑的是，经过柚直离家出走一事，这个吃人的学校还让主任在课堂上教导学生，既然学习不好就要以道德为主。 다시 한번 강조하지만 대학이 중요한 게 아니다. 美其名曰是为了大家着想，然而对于自己的区别对待却视而不见。恋人的背叛加上亲人的不理解，还有这道貌岸然的学校，让香柚彻底对生活没了期望。而一旁的汉堡却截然相反。自从柚直走后，他顺风顺水，成功上位成了班里的老大，而庇护他的校霸也更加肆无忌惮，光明正大的走进教室，随意挑选一名倒霉蛋对他拳打脚踢。直到这天，在走廊上招惹上行尸走肉般的香柚。 눈들이 깔어. 깔어. 이런 씨발놈이. 也就是这一番挑衅，反而唤起了沉睡的香柚。他这次的低头再也不是像之前一样的妥协、懦弱，而是隐忍。他的眼神变得复杂、坚定。回到家后，翻开自己有像李小龙的书籍，从基础的俯卧撑训练开始，循序渐进，再到沙袋训练，再到之后的3指俯卧撑，甚至在课堂上都偷偷使用握力器。当身体体能跟上后，他开始尝试双节棍。在此期间，为了不让自己松懈，时常趁着课间时间来到校霸门口，恶狠狠地看着对方，让自己充满动力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香柚的训练强度也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成果。 너 지금 나한테 뭐라 그랬냐? 다시 한번 말해봐. 现在的香柚已经能熟练驾驭双节棍，见时机成熟，他换上中山装，做出李小龙的招牌手势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校门。而平日里喜欢霸凌的校霸早已激起民愤。 아, 저 씹새끼 언제 죽이지? 누구? 저 새끼. 놔봐. 씨발 확 던져버려. 던져봐. 병신. 던져봐 새끼야. 진짜 던진다. 没多久，校霸就带着大批小弟出现在教室，找不到罪魁祸首，于是开始无差别攻击。然而这正是香柚想要的，他默默站起身，拿起黑板擦就朝校霸扔去。 아이 개새끼야! 너 이리 나와. 이 씨발놈아. 为了这一天，香柚已经等得太久，还没到天台就抽出藏在腰间的双节棍，对着校霸就是一击爆头。
在香佑强烈的猛攻之下，小八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抱头防守。然而就在这对决中，那位不讲武德的小弟再次出手。这次的他拿起一块玻璃就朝香佑头上砸去，哪怕头部受到猛烈撞击，哪怕对方人多势众，但香佑并不打算屈服，他要拼光自己的所有力气，直到打倒所有敌人，力竭地瘫坐在地上。他还是强忍住身体的伤痛，起身来到楼下。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才是胜利者。而这时学校的教官也听到动静赶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对香佑辱骂，并且要叫警察抓他。这一刻，香佑再也忍不住了。发泄完心中憋了很久的怒吼之后，香佑没有逗留，他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。没多久，香佑就被开除了。事后被父亲拉着向校霸等人的父母道歉，看着自己一向严厉的父亲为了自己低声下气的向对方道歉，祈求原谅。香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经过这一事，父亲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平日里缺少对儿子的关爱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对香佑打骂，反而是尊重香佑自己的选择。直到1年后，香佑参加成人考试时看到了自己的老熟人，那位干着老本行的汉堡。老友见面有说不清的话，随着话题的深入，汉堡聊起了恩珠。得知恩珠已经回来，现在在重新复读大学，香佑还是坐上了那辆恩珠常坐的公交车，见到了那位自己心中曾经的白月光。这一次，他没有以往的紧张和羞涩，举止冷静大度的向恩珠打招呼，反而是恩珠从开始的惊讶，再到之后的尴尬，他无法坦然地面对香佑。两人短暂的寒暄后，恩珠到站了。현수야. 아니야. 잘 가. 잘 가. 或许恩珠也有很多想说的话，但他忍住了。这句再见或许也意味着所有的过去告别。而在两人的对视中，公交车也渐行渐远。